好，环球大单线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讨论到现在最新最夯的 AI 话题了，哇！这一个礼拜啊，AI 的变局真的是变化万千，可以说版图又重新洗牌了。因为呢，中美企业都端出了重磅级的产品，语言模型变得更强大。我们首先来看到中国大陆这边，这个 App 大家手机上下载了吗？是什么？是阿里巴巴推出的千问 App。它上线才1周呢，就已经累积超过1000万的这个下载量了。那这个应用呢，跟那些你之前玩啊，可以帮你说出一些梗图啦，一些什么吉普力啦，帮你写文章等等那样 ChatGPT 的使用体验不太一样。它可以说是阿里巴巴整个生态系的一个真正的 AI 整合入口。像阿里巴巴旗下大家都买过嘛，淘宝嘛，电商，还有出行导航用的这个高德地图，付钱的支付宝，然后生活美食、饿了么等等口碑等等，现在一个 App 就可以直接帮你导入，你给它下点指令，它就可以像那个科幻情节一样，都帮你直接输入到你要买什么，你要吃什么，我直接告诉你，这样一站式的服务。那就说这个代价是呢，用户啊，你就要被绑定在阿里巴巴的生态系，就你必须要用阿里他们家的所有东西，其他连到外的不好意思都没有办法帮你连到外面，因为钱要留在自己家赚嘛。所以想问干哥，你觉得这个千问 App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这个杀手级的 AI 应用吗？还是说会跟 DeepSeek 刚出来一样，哇，吓得华尔街每个人都屁滚尿流，但是最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什么事情都不要看得那么早哈。虽然说这个千问出来，你知道它多吓人吗？它才1周就下载突破1000万。我先告诉你，现在是多少？是6亿次下载，它非常可怕，它已经超越了，就是我们年前才讲过 DeepSeek， 对不对？那它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用户都说这个叫做生活好帮手，不是你现在看到说叫你去什么美食啊、什么饿了么、什么等等之类的，还有导航这些，他说不是这样，他会跟你谈话，真的是 AI 的智能的展现，他会跟你谈话，就是说你要解决问题，对不对？比如说找路，路找到了之后，你要怎么样找到你要去的那个点？要从什么地方进去比较快，或者是你应该要坐什么车比较快？当你在进行当中，还可以继续跟他聊，说我好像碰到困难了，你帮我解决问题。就是说，他们说这叫做能办事的个人 AI 助手，叫做实用派代表，代表他的人工智慧又进阶了，不然他不能够这么拟人化的来跟你对谈、跟你对答。所以其实他这个是超越了 ChatGPT 跟那个 Sora 等等 DeepSeek 一样。史上成长最快的 AI 系统，那千问它的原因是在它的原有的 iOS 跟安卓的应用程式进行了更名改版之后，统一纳入了开源里面，就是 Qwen 里面，它统一纳入 Qwen 里面去开发的。那所以用户的体验就是说，他们觉得真的很火爆，是它这个东西真的很火爆。可是唯一它现在做不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说你想这么厉害了，已经可以帮我们中途解决很多问题了，包山包海，对不对？他现在还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叫做炒股下单，这个还做不到。他说这个是有牵涉到国家法令的，我还不能够炒股下单。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如果他有一天他能够连这个都做到的话，那千问 APP 就横着走了。真的。不过这因为基于其实不仅仅是。就说我们大陆那边，我们台湾这边也一样是不行的问题了，这是法令问题。他只差这个做不到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也有网友说，我跟你讲，千问 APP 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它就像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一样，它现在只要能够攻上滩头的话，以后它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不过我还是持保留态度啦。是，就算千问 APP 它现在已经是打下诺曼底，对，打下诺曼底以后，你还要打下康城，还要打下色堡，再打下巴黎，最后才能够回到柏林，进占柏林才能够成功。是，千问 APP 你可能会打到柏林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而中途还有多少人会半路杀出程咬金出来跟你对抗？是，那就很难说了。不过我觉得阿里巴巴已经投资1000万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我的朋友也讲，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写论文都在用了，也在用阿里巴巴的程式啊，也在用 ChatGPT 啊，看谁写的比较好，还拿来比较，你知道看谁写论文谁写的比较好，真有空。他说我完全有空，为什么？都他们在帮我写。
真的，学生已经在用这个软体在写他的论文了，里面总是缺乏了人性，我觉得还值得我们观察下去。说到科技的进步，这个其实我们公司这几天也非常多同事都玩起了美国公司推出的产品，就是 Google 旗下的 Gemini， 最新更新到这个第3代了，非常的厉害。升级它有多强呢？观众朋友真的要用了才知道，包含一些复杂的推理、可视理解方面的表现都是令人惊艳。看这张照片，你输入它一些这个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你输入它一些指令，它可以帮你写书法，还可以帮你落款啊，而且是非常好。以前 ChatGPT 在输入一些文字的时候会错误，现在 Gemini 已经攻克这个问题了。好，而且并且 Google 也是家大业大，跟阿里巴巴一样嘛，整合手机、搜寻、云端整个自家生态，它应有尽有啊。所以谷歌比千问更强的是，它是开放全球。阿里巴巴再强，它主要是中国市场为主。那现在 Gemini 3出来了，格局更大，就连竞争对手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用了都忍不住称赞啊，真的是好东西，太强了。所以要知道，美国这个 AI 的国家队不只有 Google， 他们的7巨头 Magnificent Seven 是轮流发力，软硬体都有龙头在跑。虽然说现在中国的追赶实力很强，但是美国现在领先第2名，管你是中国、欧洲，还是要大搞 AI 基建的阿拉伯，现在跟美国的差距，上次哥觉得还有多少？我想今年是这样 ，ChatGPT 5.0是在8月宣布的，当时用的时候，哇，也好强好强。然后之后呢，到10月的时候是谁呢？就马斯克的他的 Grok 4.1出来的时候，哇，好强好强。他说他比爱因斯坦的头脑还要厉害，我那用一次觉得好强。然后现在 Gemini 刚出来3年多，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就是我刚刚经常讲的。我呢，因为向来对这个软体AI， 我是真的，我是有我的手机有一个整个页面全部都 AI， 包括中国大陆的我是很爱用的。我自己现在都在做一个 AI agent， 我自己给我自己用的。哇，这 Gemini 真的很厉害。所以不得不说，美国还是有它的厉害。但是我们要讲，美国是讲厉害哪里？第一个，它是大语言数据模型，它背后是几百亿，包括 Google 来讲，背后是上千亿台币以上，就是几百亿美金以上的这一些，包括辉达的晶片跟整个它的这个算力提供给你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问问题，因为大部分都去问或去画图等等。我们跟这么个巨大，仿佛跟个大神我们都小猫咪去许个愿，画了一个4格漫画图，各种，尤其 Gemini 的部分的画图能力真的非常强，比 ChatGPT 厉害。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第2名没有别的，第2名当然就是中国。那现在刚刚前面提到千问要知道其实千问当然大家在测试有几个测试的指标，当然都是输美国的，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现在都用中国的晶片，因为毕竟不是用辉达现在最好的晶片。是，但是呢，以现在阿里巴巴的千问受到瞩目的地方是，他用的可以说是他是用华为的自己晶片。但他自己在写这个架构的效率，特别是所谓 AI Cloud， 也就是说 AI 的晶片算力在云端提供的时候，中国现在是另外一个系统，而且不要忘了，中国是开源系统所以跟美国的部分的落地场景不太一样。我要跟各位讲最近因为都在说DeepSeek 都在今年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新的更新，就只有一点点，大家都觉得 DeepSeek 好像不行了。各位千万不要小看我有独家消息，现在 DeepSeek 的话很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例如在今年2025年年初，它推出的一个新版本的时候，就当场把整个美国的 AI 类股。你知道，立刻就把整个的 ChatGPT 都打成巴烂了，而且它作为开源模式，给全世界的商业各方面都可以用。我知道现在 DeepSeek 的新的版本已经在测试了很可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的又像今年初一样，我觉得会有它厉害。那 DeepSeek 现在最近为什么没有急着推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要求。同样的，他们就在用一个所谓都是中国大陆华为的次级的 AI 晶片，但是希望能够做出能够远比或者是追上美国我们刚刚讲 Gemini 3.0这个部分的这个水平所以大家现在放在中国是输的，是第2名，但它的原因就是没有用辉达晶片，而且在发展自己的包括这种数据结构的。大几重的就是说几千片、几万片的这样子的这个算力晶片一起来做新的这个算力结构所以我认为还是可能要到真的
中国大陆的部分的 AI 差很多吗？我看要到明年1、2月农历过年的时候还有得看，可能还有得看哦。好，这 AI 大战真的太精彩，时不时就会蹦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玩哦。确实，我跟上这个样，手机里面也是好几个 AI 软体，所以我们现在都赶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风口浪尖上，就是人工智慧。那不管是技术升级的迭代极快啦，包含中美、中东、欧洲、亚洲各国，大家都在努力寻找我能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卡一个一席之地。不管你是开发晶片的、软体设计的，还是像台积电也好、晶圆代工的，只要绑定到 AI， 你的公司就有前景。可见未来的10年呢 ，AI 不只是产业竞争，它更是国与国之间一个新的外交语言，一个新的武器跟新的筹码。所以，如果我们以前瞻角度来看，介大使过去很多这个外交的场合，可能大家是谈经贸，然后一些农产品、水产品干嘛的。未来 AI 基建、算力、晶片这些，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筹码了吧？那当然了，这个是人类，就是说地球上各个国家哈，它必须如果说它不要变成26国家、36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产业链的末端的话，而不是领头羊的话。那叫 AI 上，它必须要有自己怎么样，自己的一片天呐、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们把这个阿拉伯算进来，我不晓得为什么阿拉伯有这个机会。哦，他们石油国现在买很凶哦，他只有钱，他只有钱。可是我最近听一些朋友在讲说，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在 AI 啊，不管芯片，还有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大模型啊，那这2方面的话来讲的话。双方的工程师的差异啊，这个数目啊，几乎10比1啦。哦，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工程师非常的多。啊，你去美国矽谷，你去美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些啊，这相关 AI 产业的，他的工程师也是中国的，也是中国跟这个印度的，所以这一场竞争啊，当然外交上我是很看，可是它要落实到实际面啊。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哈，第一个就是技术能力，那技术能力的根源有2个，第一个你有钱，第2个呢你要有人呐，对，那你要有持续的政策，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比的话，我认为是领先的，我认为在领先的。那现在短期看起来就变成就是说，因为美国事实上是基础稳，那么哈。它一直是在这个尖端的部分啊，它占有优势。可是呢，这个现在在 AI 的硬体方面，我们就黄仁勋来讲的话，他不认为他能够领先多久嘛。就是说 AI 的我们分2个，一个是硬体，一个是应用。对，一个应用软体的部分，软体讲的是算法，那这个硬体是讲的是算力。那事实上算力来讲的话。现在这个NVIDIA 它是领先是没有错，可是呢 ，NVIDIA 的老板也是说中国大陆的紧追的距离是很近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就算法部分、大模型部分的话，我觉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变成2个不同的系统啊？我觉得还是短期内不会。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有它的最好的模型出来啊，它有它的这个模型，大家都觉得很好，像我们现在又有新的啊。可是美国能够，它有一天跟这个中国大陆讲说，我现在禁你所有的 DeepSeek， 你 DeepSeek 也好，你千问 NPP 也好，不准进美国市场。那中国大陆也说，那你这也不要进中国市场。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本身就有14亿人啊，14亿人的市场，你美国3.5亿。你美国还要把欧盟拉过来，你要把日本拉过来，你要把很多国家拉过来，你加起来不过才10亿，那中间还有个印度，还有这些人口很多。可中国是一个成熟市场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天啊，把中国大陆的东西我不让你美国来，那相对中国大陆也不让你美国来，是那基本最后呢，尤其这个纯的所谓的算法的部分 ，DeepSeek 已经证明了中国人的这个工程师的头脑。不在于你这些细补的美国工程师的头脑嘛？对，都已经。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刚刚那个尚志峰也讲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就是说算法它的算力的部分是用比较刺激的晶片。它如果硬体也赶上来的话，那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认为基本上
天下要定于一很难。我觉得科技最后要定于一要很难。美国你看也现在，你这个好 ChatGPT 出来了，对，马上又出来了，啊 ，Google 又出来了，没错，他又超越你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一样啊，你那个 DeepSeek 出来，现在这个千问出来，对不对？文心一言这个都有啊，那是不是大家就是还是在一个百花争鸣？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外交部，我们属于政府的部分，我们是规则制定者。我们做一个规则制定下去的话，我今天美国我做硬体方面对中国大陆的制裁的话，中国大陆报复能力是比较小的，他非得用你的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如果说在软体的部分，我美国今天说你中国不能进来，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说你美国都不能进来，那最后就看谁的市场厉害了。中国大陆市场今天连硬体都美国都打不垮中国的华为，中国靠什么？中国华为的这个终端装置，最后是靠中国大陆的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支撑它。所以它本来是全球的市场，这是硬体，可是软体就不一样。是，所以回到底，这个庞大的内需还是支持现在中国大陆 AI， 不管是硬体跟软体一个强大的底气。好，下段节目回来，我们还有俄乌的和平进展。美方原本提出原始的28点计划，现在被乌克兰改成了19点，里面有哪些关键细节？我们待会告诉你。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